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来到微光夜读。高中同学聚会上，我见到了读书时期时暗恋的女孩，可我没想到，当年的白月光，如今也成为了爱慕虚荣的烂泥。张鹏安，门口那辆3轮车是你的吧？骑远点，别蹭到我老公的车了。林淼淼的语气嘲讽，扭着腰坐到了昔日的校霸身边。算了，老婆，区区一辆帕拉梅拉而已，又不是什么贵重的车。我看着校霸手上的车钥匙，听着众人的谄媚夸赞声，拿起手机拨打了电话。门口的那辆车咋了？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大学毕业之后，我没有参加过一次高中同学聚会，原因有很多，也逃不了创业的艰辛，但更本质的还是当初的老同学觉得以我的身份没有资格和他们一起吃饭。毕竟当年我只是一个父母双亡的孤儿，就连读书的学费都是靠着自己打工赚钱，外加奖学金攒出来的。丧门星和垃圾男的称呼伴随了我的整个青春，故而对于高中同学，我也实在是没有任何的回忆滤镜。所以当高中的班长给我发消息的时候，我并没有参加聚会的兴趣，直到他告诉我林淼淼也会去。我想每个男生的记忆里应该都有一个沈佳宜，林淼淼就是我的沈佳宜。那些灰暗而沮丧的年岁里，只有林淼淼是我唯一的光亮，只有她会对着蜷缩在角落里浑身伤痕的我伸出援手。我会去的。想起那年林淼淼脸上的笑容，还有阳光下琥珀色的眼睛，我一口就答应了下来。我让秘书清空了那一天的所有行程，提前1个星期定制了一套全新的西装，甚至还特意在当天去店里做了造型，从发丝到皮鞋全部都是搭配好的。唯独在车上，我选了一辆最不起眼的轿车。路上，林淼淼的身影不断地出现在我的脑海之中。现在的我终于有了和他表白的资格。哎呦，张鹏安，好久不见啊，来得还真早。我刚刚走出电梯，就遇到了站在门口的班长。他从前在班里是老师万里挑一的好助手，总是一副笑眯眯的模样，看上去就是人精。可我不会忘记，高2那一年，他向老师举报了同学早恋的事情之后，将其污蔑到了我的头上，导致我被同学孤立、殴打、责骂，而他只是站在人群之后，对着我露出了无辜的笑容。老同学还真是一点没变啊。班长走上前来，拍了拍我的肩膀。他昔日纤瘦的身体已经略略发福，就连脸上原本斯文败类的金丝框眼镜，现在看着都像是狡猾的商人。我稍稍偏了偏身子，躲过了他更多的触碰，露出了商业化的笑容。你也一样。班长也不尴尬，收回手和我叙旧。你现在在干什么呢？我张嘴欲回答，班长的身后却响起了尖锐的女声，而这个声音我再熟悉不过，是陈玉的声音。他还能干嘛？再给人打工呗。陈玉穿着白色的衬衫和黑色的皮裙，踩着靴子就朝着我们走来，看向我的眼神还是和高中时期一样的鄙夷。可以说，陈玉是高中时最厌恶我的人之一，仅仅是因为高1那会儿我拒绝了他的表白，落在陈玉的眼中变成了不识好歹。班长尬笑了几声，看向我的眼神也不如一开始热切。给人打工也挺好的，大家不都是这样吗？陈玉冷哼了一声，道：张鹏安，你穿的倒还是挺人模人样的，花了不少钱吧？我说，大家都是老同学，谁不知道谁的底细？搞这些虚头巴脑的东西何必呢？再说了，这人啊，有些东西生来没有呢。
死了也不会有的。你看人家周胜，大学一毕业就继承了自家公司，人家那才叫是人生巅峰呢。陈玉，你可别夸我了，都给我夸得不好意思了。我的身后传来低沉的男声，而陈玉的眼睛一下子就亮了起来。下意识的，我的身体变得有些僵硬，转过身去，第一眼看见的就是一袭红裙的林淼淼，还有她挽着的那个与从前一般无二的男人周胜。我的高中噩梦，我所就读的高中其实就是一所普通中学，但也耐不住学校内会有一些胡作非为的富二代，而这其中以周胜首当其冲。高一那年，我与周胜虽然身处一个班级，但并不熟悉。他偶尔会对我进行一些恶作剧与言语侮辱，可我听得多了，也就不再放在心上。真正让我觉得痛苦的开端是在高二，周胜就是班长告密的那对小情侣的其中一人，他将这个账算在了我的头上。从那天开始，我在学校里的每一天连水都不敢多喝，唯恐去厕所的路上遇到意外。就连喜欢上林淼淼，也是因为那天放学后，周胜抓住了机会将我堵在了巷子里，暴打了一顿。而林淼淼是唯一一个停下脚步阻止他将我从地上搀扶起来的人。可如今，我的白月光挽着那个恶魔周哥，我只是阐述事实而已。陈玉一改在我面前的目中无人，脸上堆满了笑容，走到周胜的身边，就牵起了林淼淼的另一只手。哎呦，淼淼，你今天也太好看了吧，这红色就像是和你量身定做的一样。你良好事也将近了吧，到时候可别忘记请我们去喝喜酒啊。林淼淼笑着，画了精致妆容的脸，挑不出一点错误，比起高中时候更多了明艳动人，可在我的眼中却像是披了人皮的恶鬼。忘了谁都不会忘了你的，放心吧。他捏了捏陈玉的脸，然后跟在周胜的身边走到了我的面前。周胜的嘴角带着些漫不经心的笑，甚至不曾正眼看我。哟，这不是垃圾男张鹏安吗？怎么现在还在捡垃圾？这身西装不会是从垃圾桶里捡来的吧？周胜和高中时期没有任何的区别，甚至连语气都是我记忆里的高傲。我就像是回到了曾经困扰我多年的噩梦之中。高中时候，我确实捡过垃圾，为了收集那些硬纸板和矿泉水瓶，让寒冷的冬季不用太难熬。周胜不知道是在哪里见到了我。第二日，我在捡垃圾的事情就传遍了整个学校。那个时候的我因此痛苦不已，可如今的我却不会因此伤心，努力让自己活下去，没有任何丢脸的地方。我直视着周胜，语气平静道：你很了解，是因为你做多了吗？哪个垃圾桶能捡到西装？你和我说说呗。周胜的脸色一下子阴沉下去，他抬起肩膀就要对我动手，却被身边的林淼淼制止了。他看着我，身上甜腻的香水味不断地冲击着我的鼻尖，再也没有从前干净好闻的沐浴露味道。阿胜也只是关心你而已，彭安，你要是有困难就和我们说，阿胜也可以给你介绍个工作的。林淼淼的声音还是和以前一样的清脆，可说出来的话却大相径庭。我忍不住皱起了眉毛。阿胜，林淼淼，我记得你高中的时候不是这样和我说的。你和我说，你这辈子最讨厌的就是周胜那样靠着家世胡作非为的人了。我的话音刚落，在场的许多人都变了脸色。林淼淼的眼神里透露出慌乱与一丝埋怨。周胜略带着惊讶地看向他，只有陈玉像是眼底闪过笑意。胡作非为，淼淼，你真是这样说的？林淼淼立刻死死牵住了周胜的手，
将自己的身体紧贴在了对方的手臂上，微微撅起嘴来，做的是撒娇小女生的模样。还不是那个时候追你的女生太多了，人家看着难受吗？要是不用点小手段，你哪里会注意到我？小说里不都是这样写的吗？觉得这个女生单纯善良不做作。林淼淼的声音甜得可以掐出水来，但对我而言，远不如她曾经在讲台上领读的声音。可这显然对周胜是有用的，他立刻露出了满意的笑容，伸手搂住了林淼淼的肩膀，而后低下头，在她的眉间落下了一个吻。再一次看向我的时候，他的眼神里满是挑衅与轻蔑。我说：张鹏安，你怎么突然提起这件事情？我没记错的话，高中那会儿还传出过你喜欢淼淼的谣言吧？什么谣言啊？那就是事实。陈玉立刻接了他的话，站在林淼淼的身边，三人一排，仿佛在对我进行着什么审判。而我也没有错过林淼淼脸上的骄傲，仿佛我喜欢他这件事情，对于他而言不过是游刃有余的游戏。这场游戏以他的胜利作为结尾，在他的预料之中。确实，高三那年，我的日记本被人发现了。日记本里，我曾隐晦地提起自己喜欢班上的一个女生。在所有女生推卸着互相调侃你老公的时候，陈玉猜了出来，我喜欢的人是林淼淼。我本以为林淼淼会和其他人一样，对我的喜欢不屑一顾，可我没想到，她竟然真的在放学后郑重地拒绝了我。她说，她更加喜欢有事业心的男生。也就是这一句话，大学创业到现在，无论多么艰难的时候，我都没有想过放弃。我不相信那个时候天真烂漫的林淼淼会被社会腐蚀成如今的样子。与其说是给林淼淼最后一个机会，不如说是给自己最后一个机会。在林淼淼走出包厢去厕所之后，我不动声色地跟在了她的身后。终于在他走出来的第一时间，我拦下了他。张鹏安，有事吗？林淼淼皱起眉看向我，甚至警惕地向后倒退了一步，就仿佛在担心我做出什么伤害他的事情。我原本雀跃的一颗心，因为他的这个动作，已经绝望了大半。淼淼，我就想问问你，为什么你和周胜在一起了？你明明知道他高中的时候对我做过什么，而且你也说过，你最讨厌周胜那种。张鹏安，你怎么还是这么单纯啊？林淼淼双臂环胸，眼神如同2月寒冬。我还不知道我当初为什么接近你吗？当然是为了周胜啊！我的目标一直都是他，一直都是为了让他注意到我。毕竟学校里好看的女生这么多，你不会真的以为我关心你吧？别傻了，我啊，嫁进豪门才是我一直以来的目标。你最多只能算得上是舔狗。林淼淼说着，从我的身边走过，她的头发打在了我的侧脸上，很疼。而我多年前的暗恋，在此刻骤然结束。我的白月光在我的面前成了一滩烂泥。还没有走进包厢，我就听见里面传来了一阵哄笑声，其中以陈玉的声音最为尖锐。不是吧？刚刚张鹏安真是这样问你的？笑死我了！他不会以为你喜欢他吧？小说看多了吧？我的天，还真以为自己能咸鱼翻身啊！我握着门把手的左手微微用力，就听见了林淼淼散漫的声音紧随其后。谁说不是呢？我啊，还是更喜欢我们家阿胜这样的，才更有男人魅力。张鹏安，你们谁喜欢谁拿走吧。和多年前一样，那些调侃的、嘲讽的、互相调笑的声音此起彼伏地响了起来。我勾起嘴角，笑容嘲讽，却并不是在嘲讽自己，而是在嘲讽他们。这么多年过去了，他们还是和从前一样，
幼稚、恶心，是阴暗角落里窃窃私语的老鼠。我推开了门，声音在那一瞬间消失了。到底是成年人了，多少还是知道说人坏话要背着人。我顶着他们那些复杂的眼神，一步步走到了桌边坐下。不知道是不是班长的特意安排，坐在我对面的就是林淼淼和周胜二人。而我坐下的那一刻，原本我身边的同学都不约而同地挪动了自己的椅子，就仿佛我不是人，而是什么细菌的源头。陈玉仍旧是第一个打破平静的人。哎，你们有没有闻到什么味道啊？那种腥臭的味道，就像是垃圾桶。班长试探性地开口，接了他的话。陈玉笑着一拍自己的大腿，眼神若有似无暗示般地看向我。对对对，就是垃圾桶。你们说这样高端的饭店怎么会有垃圾桶的臭味？估计啊是某些人。我拿起面前的水壶，倒进了自己的水杯内，头都不抬。你要是想说我，就大大方方地说，何必这样遮掩？高中毕业这么久了，陈玉，你还是一点进步都没有的，只知道玩这些小手段吗？我嗤笑了一声，就听见陈玉咬牙切齿道：张鹏安，你好了，难得大家聚在一起，别聊这些不开心的事儿了。阿玉，我听说你今天去面试了。林淼淼被周胜摸着头发，眯着眼，像是一只娇生惯养的家猫，打断了陈玉的话。陈玉深呼吸了几下，到底还是没敢反驳林淼淼，最后也只能青着脸接着他的话继续说下去。是啊，我去了大鹏互联网公司面试，感觉如何？还不错，就是竞争者比较多。周哥，你和人家老板熟吗？要不给我开个后门呗？陈玉双手托腮，一双星星眼看着周胜，而周胜抬起眼，随意地点了点头。当然可以，老同学不用这么客气。我闻言神情讶异，原因无他，我就是这家公司的老板，我怎么不知道？我和周胜的关系好到这个地步了，也是没忍住，我开口质疑道：周胜，你真的认识人家老板？我的话直接让周胜皱起了眉毛，但根本不用他自己骂我，陈玉就会做那个出头鸟。周哥不认识你认识吗？谁不知道这家公司是近些年发展势头最好的互联网公司，人家成功人士都是共用一个朋友圈的。不过我和你说这些你也不懂，你啊这辈子都没有机会触碰到那个阶级的。陈玉抬着下巴，就好像他不是要进这些公司上班，而是要去做股东。只是可惜有我在，陈玉这辈子都进不了公司。我喝了口茶，将水杯放在桌子上，真是不好意思。陈玉，你能进这家公司，我现在就跳楼。我的一句话成功让现场的氛围降到了冰点，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了我的身上。一瞬间的寂静之后，再一次响起的是陈玉不加掩饰的嘲笑声。他笑到整个人都趴在了桌子上，没有丝毫的形象，双手不断地拍打着桌子，直到最后擦了擦自己眼角的泪水。我说：张鹏安，你现在是在说相声吧？别太搞笑了，还你就跳楼。你以为自己是谁啊？谁在意你的死活啊？别太搞笑了，要不是淼淼就要结婚了，大家想今天看看你笑话。你以为我们能想起你？我终于知道了，为什么班长一定要我今天来参加聚会。原来如此。我看向班长，他却没有丝毫愧疚的模样，甚至对着我耸了耸肩，仿佛自己才是那个无辜受到牵连的人。同学们的共同请求，真是对不住啊，张鹏安，我也不想的，但大家都是同学，舍己为人嘛。我冷笑，忍不住用手指轻轻叩打桌面。如果我的秘书在这里，就可以看出来，我的耐心已经完全消耗殆尽了。
舍己为人，你怎么不自己舍己为人呢？道德绑架，你是一把好手。高二那年推我出去给你顶嘴是这样，现在还是这样，这么会保护自己，你上辈子是个保险柜吧？班长放在桌子上的双手紧握成拳，可长久以来维持的形象让他难以对着我破口大骂，只能用杀人的目光看着我。恰在此时，包厢的大门被服务员打开，一流水的菜品一道道地摆上来，光看卖相便知道价格并不便宜。班长强撑着笑容道：“这家店不好约，今天也是多亏了周胜同学了，大家放开了吃，这顿饭我请了，你们都不用客气。”周胜接着他的话，一时之间饭桌上又满是恭迎的声音，而周胜看向我，脸上没有丝毫的笑容，只有语气里带着高高在上的施舍。尤其是你张鹏安，多吃点，毕竟你这辈子也就只有这么一次机会了。是啊，张鹏安，赶紧跪下给我们周哥谢恩。陈玉嘴巴里塞着糕点，对着周胜眨了眨眼睛，就算是个瞎子也能看出来他对周胜有别的意思。而周胜虽然没有回应，可看着也并不反感。我夹了一筷子面前的鱼肉，鲜嫩柔滑，确实可以感觉出来厨师的功力。只是可惜，这样的菜我往日里已经吃腻了，谁让这里饭店的老板是我的朋友呢？就连股份都有我的一部分。我放下筷子，擦了擦嘴角，平时不常来吃吧？这里的特色菜是鸭骨汤，鸭骨头都被打碎成粉末煲出来的汤，鲜甜又可口。你这里点的菜都体现不出厨师的功力啊！我抬眼看向周胜，身边的同学听得目瞪口呆，下意识问道：“你怎么知道的？”“哦，平时吃多了。”这下周胜直接笑出了声。“张鹏安，你不会还想说自己是店长吧？这里的店长我可是见过的。”“我不是啊。”“好了，鹏安，不管你表现的自己多有钱，我都不会看上你的。你死了这个心吧。”林淼淼叹了口气，看向我的眼神甚至带了些怜悯。也许是我从前对他的心意过于明显，才会让如今的他这样的自信。可现在多看他一眼，都会让我的胃里一阵翻江倒海，真恶心。而林淼淼放在桌子上的手机响了起来。“喂，啊，是我老公的车。”林淼淼接着电话，脸色越来越精彩，直到最后挂断了电话之后，深深地看了我一眼，随即夸张地叹了口气：“鹏安啊，阿胜车子边上的3轮车是你的吧？保安让你下去骑走呢，说是影响到饭店的形象了。我让阿胜和你一起去吧，万一你划到他的车就不好了。虽然都是老同学，但阿胜的车毕竟不便宜。”周胜立刻从口袋里拿出了车钥匙，放在了桌子上，道：“今天开的也不是多贵的车，划了就划了。要是你给我鞠3躬，叫我一声周总，我就不和你计较，如何？”周胜的话音落下，身边的同学们脸上都流露出了些许嘲讽的笑容。我一直敲击着桌面的手指，在此刻终于停了下来。周胜转着自己的车钥匙，随手一扔，扔到了我面前的碗内。“给你看看吧，你这辈子估计也就只能看见这一次了。”这一刻，周胜从高中开始，所有的嘴脸都出现在了我的面前。他的狞笑，他的侮辱，他的折磨，还有他的唾骂，一切的一切，如同一张张画卷，从我的眼前展开。我拿出了口袋里的手机，打通了助理的电话。“饭店门口的那辆帕拉梅拉咋了？一切后果我来承担。我努力创业这么多年，赚了这么多钱，不就是他妈的为了让自己活得爽快吗？”电话那头的助理虽然不明所以，但跟着我这么多年，他的大脑
还是让他应下了我的话。我挂断了电话，拿起了那个车钥匙，对着周胜笑了笑。周总，和我一起下楼看看你的车。我的电话没有被人，在场所有人都听到了我所说的话，而陈玉是第一个反应过来的。张鹏安，你脑子没病吧？还咋了？你他妈赔得起吗？就是啊，鹏安，何必打肿脸充胖子呢？大家都知道你的情况，你给周胜道个歉，这件事情就算了吧。陈玉和班长一个唱白脸，一个唱红脸，但话里的意思都是一样的，那就是我是个骗子，所说的话不过是为了找回自己的面子罢了。很显然，周胜并不打算让我找回这个面子。他站起身，理了理自己的衣服，然后搂着林淼淼的腰，对着我挑了挑眉。这有什么不敢的？走吧，鹏安，你这是何必呢？我也跟着起身，上下打量了林淼淼一眼。真是对不住，你不是我喜欢的类型，太像出来卖得了。没有管林淼淼的脸色，我直接转身走出了包厢。而我的身后，除了周胜等人之外，其余的同学也跟着一起走了出来。我知道他们是想要看我丢人，这样的场面没有任何人会放过的，只可惜要让他们失望了。我们到饭店门口的时候，助理还没到，周胜靠在一旁的石柱上，嘴巴里还叼着烟，开口就要嘲讽我：张鹏安，人呢？让我们跟着你在这里吹冷风，没这个金刚钻，你揽什么瓷器活？我看你就是。周胜的话没有说完，不远处就开来了辆辆大奔，车头灯格外的闪亮。车子停下后，每辆车上都走出了4个身穿黑色西装的高大男人，手里都拎着一个榔头，一句话没说，直接走到了周胜车子边上，对着车前玻璃就砸了下去。砰的一声，警鸣声响彻夜空。而我的助理走在最后，一步步来到了我的面前。张总，按照您的吩咐，要不了多久就能砸烂了。张总，陈玉微张着嘴巴，不敢置信地看着我。什么张总？你算是什么老总？我微微抬了抬下巴，示意助理给我递根烟。他立刻从自己的怀中拿出了烟盒给我，而后又给我点上了火。我微微偏过头看向陈玉，语气轻蔑：我说过的，公司如果录用你，我就从楼上跳下去。陈玉的脸色在此刻变得惨白，而另一边的周胜从一开始的震惊之中回过神来之后，立刻尖叫了一声，甩开了林淼淼的手，冲到了自己的车子边上。住手！住手！妈的，给老子住手！他妈的听不懂人话是不是？周胜眼看着骂人没有办法阻止，竟然伸手就要去拖拽我请来的打手。我吐出口烟，给了助理一个眼神，他心领神会，点了点头。砸车过程中若是伤到了人，老板一律解决。那几个打手也是见过世面的，听到这句话，手底下没有丝毫的犹豫，一个肘击，周胜就捂着自己的肚子倒在了地上，而他们手中的榔头总是有意无意地落在周胜的身上。他的惨叫声伴随着敲打声，如同合唱团的演奏曲。鹏安，你不能这样对阿胜，他是周家的继承人。林淼淼还想要为周胜说话，我低笑着回过头，如同看傻子一般的看着他。周家，林淼淼，你不会真的以为现在的周胜和当年的周胜还是一样的吧？时代在进步，固步自封的公司只会在最后被时代抛弃，而他们就是被抛弃的第一批。林淼淼在听到我的话之后，立刻松开了抓着我衣角的手，他的声音颤抖着，晃晃悠悠的倒退。怎么可能？不可能的！我要是林淼淼，我也会崩溃。
从高中开始就用尽了一切手段，想要勾搭到手的男人，却在即将成功的时候，发现所有的一切不过是镜花水月，如何不崩溃呢？可妄图依靠别人来成功，这就是最终的结局。苗苗，你不要听张鹏安瞎说，我们家怎么可能破产？倒在地上的周胜仍旧在嘴硬，我也并不介意让他绝望得更加彻底一点。从助理手机里那密密麻麻的通讯录里找到了周胜父亲的电话号码之后，我直接打了过去。印象里似乎他们还有一个项目想要与我合作，只是在一开始就被我拒绝了。周胜的父亲听到我的名字之后，立刻毫不犹豫地答应赶来，语气听上去格外的雀跃。挂断电话，我站在冷风口抽烟，一旁的跑车已经成为了破铜烂铁。那几个打手拿了钱之后，也并没有马上离开，仍旧拿着榔头等在一旁。我没有动，我身后的人也不敢动，只有班长搓着手走上来，试图和我搭话。鹏安啊，你既然毕业了之后这么厉害，怎么从来不来参加聚会呢？我看着他脸上讨好的笑容，从前只看见他对着别人露出这样的神情，此刻竟然也对着我露出来了。烟灰落在地上，我轻声应了。哦，可能是因为你们从前不需要看戏吧。他哈哈笑了2声，绞尽脑汁想要想些别的话题出来，我却不想继续听狗叫了。班长，我要是你，现在就闭嘴，说不定我会把你忘了。你要是继续烦我，指不定我又想起什么我们之前的恩怨出来。他脸上的笑容一僵，到底还是不敢继续说话了。我又看了眼缩在角落里的陈玉，还有站在一旁双眼无神的林淼淼，摇了摇头。早知如今，何必当初？周胜的父亲显然是马不停蹄地赶来的，从车上下来的时候，连脚上的鞋子都穿错了一只。他手上拿着合同，舔着脸走到了我的面前，只是还没有来得及说话，就看见了倒在地上鼻青脸肿的周胜。这是爸，就是张鹏安让人打的我，你给我报仇啊！周胜呻吟着对着自己父亲大喊，看向我的眼神满是怒意。只可惜他打错了算盘，他父亲不仅没有找我报仇，反倒用眼神狠狠剜了他一眼。闭嘴，你这个没用的东西，一定是你哪里得罪张总了才会被教训。我早说了让你为人友善，你看看你都做了些什么。他教训完周胜，又重新看向我，脸上的怒意一扫而空，变脸之快，甚至可以报名参加四川的变脸大赛。张总，我这个儿子不成器，您想要怎么教训都行。您看看这个合作的事情。我示意身边的助理接过合同，而后走到了周胜的身边，将手中即将燃尽的烟直接摁灭在了他的手背上。而他的父亲虽然眼神里有着心疼，却并未走上前来阻止。周胜的惨叫声在夜里显得格外的凄惨，可这些比起他高中时期对我的所作所为之外，又算得了什么呢？听说周总还有个儿子。周胜的惨叫声立刻停止了，他猛地抬起头看向我，赤红的双眼瞪得很大。张鹏安，你以为你是什么东西？你怎么敢？是的，我确实还有一个儿子。他擦着自己额头上的汗，却还是回答了我的问题。只是这个儿子并不是周胜同父同母的弟弟，而是小三的孩子，是在几年前才回到周家的。原本这样的身份是根本不会有继承家产的机会的，可如今却不一定了。大号练废了，那就换一个账号练一练，你说是吧？周总，我看着地上的周胜，却并没有和他说话。周胜的父亲没有立刻回应我的话，但最终还是咬牙点了头。我知道他不服气，
也知道他心中有恨，但那又如何？周胜教会我的第一件事情，便是这个世界上弱肉强食。而今，我将这个道理用回他的身上，也不过是一报还一报罢了。得到了满意的答案，我点了点头，拍了拍周胜父亲的肩膀：“辛苦你晚上跑一趟了。周氏企业毕竟是老牌企业了，您放心，该帮的地方我一定帮。”到了此刻，他才终于松了口气，甚至看向我的眼神里还带了些感激。连周胜都没敢过问一句，就握着我的手道谢了好几声后离开了，徒留下周胜一人倒在地上，看着车子的后灯。我蹲在周胜的面前，伸手拍了拍他的脸，挡住了他看向车子的视线。周胜，这样吧，你跪在地上叫我3声爸，我就放过你，如何？这是周胜高中时期和我说过的原话。那个时候的我抵死不从，最后的代价就是被他关在了小黑屋里一整个晚上。直到去年，我都有着强烈的幽闭恐惧症。周胜咬着牙，一字一句道：“你休想！”我站起身，不再看他，好骨气。那你躺着吧，起来一次，他们就会打你一次，直到你爬不起来为止。我抬脚要走，身后的周胜却出声叫住了我：“等等！”我停下了动作，却没有回头。“爸爸，爸爸，爸爸！”周胜的声音从身后传来，我听着，身体抑制不住的颤抖。终于，看见了吗？16岁的张鹏安，老子给你报仇了！我挥了挥手，那几个等着的打手收起了棍子，上了车。身后的周胜声音虚弱，喊道：“淼淼，过来扶我。”然而，刚刚在包厢里还对着他言听计从的林淼淼，此刻却直接忽略了他的声音。无论周胜如何的喊叫，林淼淼都像是聋了一样，他只是愣愣地看着我，然后一步步走到了我的面前，拦住了我。“有事？”我挑眉。林淼淼双手抓着自己的裙摆，抬起头来看向我。若不是我刚刚才听到了他对我不加掩饰的嘲讽，此刻看着林淼淼的眼神，我大概也会觉得他爱惨了我。“鹏安，你创建公司是不是为了我？是不是为了和我在一起？”这句话在今夜之前，我曾经梦到过很多次，可如今我只觉得好笑。班长走上前来，拍了拍我的肩膀：“我林淼淼，你小说看多了吗？你觉得自己有什么地方值得我留恋这么久的？还为了你，你以为自己算是什么东西？”我的话说得不留余地，但凡是个正常的女生听了，都会找个地缝钻进去。可显然，林淼淼不是正常的女生。她抿着嘴唇看着我，声音里没有一丝一毫的闪躲。“我知道你喜欢我，你从高中就喜欢我，鹏安，我们不要再错过了。”对呀，他知道，他一直都知道。可张鹏安的喜欢对于他而言不值一提，他想要的是张总的喜欢，是老板的喜欢，是有钱人的喜欢。我不愿意和林淼淼做更多的纠缠，只是从他身边走过。“有病！”这是我对林淼淼说的最后2个字。车子缓慢启动的时候，我看着站在饭店门口的人脸上神情各异的模样，只觉得人性实在是可笑。路过班长时，我摇下了车窗。这里的老板和我是朋友。我看周胜现在大概也没什么钱了，替我名字能打折，该省就省吧。最后一眼，我看向了地上的周胜，他双手握拳，像是战败了的狮子。后来我有意打听了周胜的消息，周家的继承人确实换了，周胜成为了一枚弃子。他的弟弟远比他更加优秀，至少不是在高中时期就会玩校园霸凌的社会垃圾。林淼淼自然没能嫁入豪门，与周胜也分道扬镳了。听说闹得很难看，
二人在街上大打出手，被送进了警察局。我再一次见到林淼淼，是在一次晚宴上，她挽着一个中年男人的手臂，脸上的笑容再不似从前张扬。回过神来的时候，我看见不远处的女友正一步步朝我走来。我从前以为白月光会高挂在天上，后来才发现，我到底是人类，还是应该和正常人在一起？想什么呢？没什么，看见了一滩烂泥。感谢大家的观看，本期故事精彩吗？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并分享给更多的人，这会对我帮助很大。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